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警室。在我们现场的来宾，沈富雄委员、林秉佑议员、黄伟汉先生、罗志强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林珍宇议员、叶庆文律师。好，菲律宾小马可仕总统去访问印度，为什么呢？要跟印度结盟，抵抗中国。所以我们的朋友圈啊，要这个结合起来，包围中国啊。那菲律宾跟印度第一次共巡南海。干嘛共巡南海呢？剑指北京哦，因为他们领土都有一些问题啊。印度跟中国上次不还丢石头打来打去吗？那菲律宾跟他也有这个岛那个岛，黄岩岛了什么这个岛那个岛。那川普很生气，说印度购买俄国的石油，不顾乌克兰死活。川普原来是讨厌乌克兰，泽伦斯基说他最坏，都他阻挡这个和谈。那现在又说呢是川普，而是那个拜登阻挡哦，是拜登坏哦。那说要把印度的关税呢提到25%哦，给你增加哦，因为呢你不顾乌克兰的死活，你跟俄罗斯买石油，那印度呢也很硬，印度说我买，你们这些伪君子，你们是双重标准，你们骂我，你们也去买俄罗斯的东西啊。他还举例，他说呢，2024年就去年呢，欧洲跟俄罗斯双边贸易额到了675亿欧元哦。然后呢，2023年服务贸易到了172亿欧元，哦，然后远远高于印度跟俄罗斯的贸易啊。我买多少油？你们贸易额那么大。2024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达到创世纪的1650万桶，哦，而且还包括化肥，哦，然后呢，化学品、钢铁、机械。美国，你骂我川普，美国向俄罗斯进口的六氟化铀用于核子工业、电动车产业，进口钯金哦。另外呢，进口化肥跟化学品，你们都进口那么一大堆，你骂我哦，然后你们自己呢照照镜子，然后你们只看到这个我眼中的刺，没有看到你们自己眼里面的梁木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制裁印度，管他经济崩溃，14亿人没饭吃，经济崩溃不理他哦。所以有3件事，川普火大。第一个就贸易，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贸易。第二个呢，印巴停火，川普不是协调印巴停火吗？那巴基斯坦不是提名川普去拿诺贝尔和平奖吗？说印度没有感谢，川普不满意，为什么你不感谢我呢？哦，只有巴基斯坦感谢我。印度跟俄罗斯刚刚讲买俄罗斯的这些东西，我们看一下，先看看印度跟这个菲律宾要搞这个抗中同盟怎么回事。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牵着夫人抵达印度，展开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加强菲印两国军事同盟合作。红地毯铺好，舞者热情迎接，印度高规格欢迎小马可仕来访。毕竟除了自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菲律宾更以南海主权与中国闹得不可开交。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两国一拍即合，宣布首度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菲印联手让大陆很不满，立刻宣布派出海军到南海例行巡航。菲律宾军方也发现，在自家护卫舰约40公里处，有2艘解放军舰艇，包括1艘飞弹驱逐舰。小马可仕出访前重申，菲律宾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但这当中似乎不包含中国，与美日印合作是越来越紧密。 동북아시아에서 중국이 이웃 국가들의 다소 문제가 되고 있다면서도 단순히 막으려는 시도는 효과적이지 않을 것이라고 말했습니다. 중국과 좋은 관계를 유지하면서도 국제 질서를 위협하지 않도록 미국, 일본과 협력하겠다고 밝혔습니다. 南海外交部长赵显近日公开直言，中国在南海和黄海的所作所为给邻国造成困扰，未来会加强与美日合作，确保国际秩序不受中国威胁。 好，这是小马可仕访问印度哦。那印度川普生气，他要加税，怎么回事？我们再看一下。 川普再度在社群平台发文，这次不开心又点名印度，扬言要大幅加征关税。Especially, and of course, the U.S. is already trying to put pressure on India with those possible sanctions as well. Of course, saying that the Indians are accusing India of buying Russian oil and then actually selling some of that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川普不满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指控他们在市场上贩售谋取暴利，无视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制裁，说他们甚至不在乎多少乌克兰人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无情杀害。然而，川普没明说会增加多少关税，反观与欧盟的谈判似乎有转机。美欧间的关税协商仍持续，欧股周一主要指数收盘全面上扬，主要是欧盟周一宣布暂缓对美国原定8月7号将生效的反制关税，一口气延期6个月的时间，美欧关系解冻。而且根据外媒报道，川普有望本周公布对欧盟部分包括航空零件等工业豁免关税，另外汽车关税也可能比先前预期低。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像莫迪啊，反控美国买俄国的东西比他多，这个事实，但是事实是没有用哦。你要看真的川普惩罚印度的时候，印度能够撑多久？那至于说印度跟菲律宾的军演啊，这两国其实都算大国，但是国力来讲，印度可以，那菲律宾大概是中型国家。那这两个其实背景啊，目前的策略战略啊，都有很大的矛盾。那会发起这两国在南中国海或者在印度洋军演哈，到底是谁发起的？是菲律宾说，哎，印度老三，我们来演一场，还是印度说，哎，菲律宾，我们来演一场，还是背后美国授意说你们要演一场？但是你们演这一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效果，因为突然给老共啊一个在南中国海或者在南海或者印度洋啊一个出没的一个更大的借口。那我觉得倒是要问一句印度的这个海军，你们参加军演的那个军舰的油啊，是不是像俄国买的？对不对？是不是像俄国买的？你像俄国买的油来跟我军演，那这很奇怪啊。哦，所以现在就是菲律宾啊是一面倒的，就是没有台湾肉麻而已啊，它是一面倒的，政治啊、经济啊都导向这个美国，但是我们比它更肉麻。那这个美国到目前为止的所谓这个关税啊，给10%的只有3个国家，就是英国、新加坡跟福克兰群岛。这3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英国系统的。所有你看，川普不但是白种人为至上主义啊，但如果你是英国系统的，他还亲上加亲呢。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哎，你知道吗？这个家伙其实发动这一串的这个关税惩罚，其实是冲着东亚跟东南亚来的，尤其是释小龙的后代来的。你们赚了我这么多钱，还来，弄啊，给你看，你身上还有一大堆油。哎，不行，炸得不够干，这要炸得很干。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跟印度啊，他们两个志同道合、目标一致、利益一致的可能性其实不大而且眼蒙眼其实老共也没有把它看在眼里啊。那现在问题是，像川普的这种横行霸道，其实造成很多中型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墨西哥这个到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的日本、韩国都开始没有一心一意的就向美国表达忠诚了，讲你都不把我们看在眼里了，我们何必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给我们台湾很大的教训。我们应该承认说，在地理位置上，我们是第一岛链最接近、最突出中国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麻烦。但是呢，我非常不赞成民进党，尤其是赖清德总统，每一次都要讲的一分就泾渭分明啦，只有我才是纯粹的，才是 pure 的所以动不动就讲飞鸿呢。我听到飞鸿2个字啊，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你比如说他讲到 AI 产业的供应链，叫飞鸿产业链，好像你如果是有一点那边的，我就不跟你做生意。台商有听进去吗？还有他跟索马里亚就是跟索马里兰分裂的这大家不承认的国家，我们跟他签一个防止海盗的这个条约，叫做飞鸿海岸条约。我以为是飞鸿海，你知道，原来是飞鸿海岸条约。所以我们才莫名其妙，自愿他就是听你的话听太多了，就喜欢自己把自己封成什么？封成豪族了 ，porcupine，
扑克牌。我跟你讲，这个年头做扑克牌不会繁荣，不会伟大，人民不会幸福。这个哈，亲德兄啊，我现在学谢龙介啊，亲弟兄，你要听我的话。你要知道咯，直直行咧，台湾人袂幸福啊。我们常做豪猪，我们常做自卫。来，叶律师，没有，我觉得我刚刚就在看呢，我们的外交部跟我们的国防部对于印度跟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事演习有没有任何的声明？那我很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我们的外交部跟国防部是忘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我们国家不是主张南海是我国的领海吗？好，我们不是在南海最大的南沙岛上面有驻军吗？那当菲律宾跟印度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跟国防部怎么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呢？好，我看到《青年日报》有一个新闻在讲说有这件事，《青年日报》是国防部的官方报纸嘛，然后显然也没有站在我国捍卫我国领土、捍卫我国疆域主权的立场发表任何的声明。你一方面一直在说我们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很骄傲，然后但是当邻国对我们的领海、我们的主权好有所这个觊觎的时候，却闷不吭声啊！大家不要忘了，南海其实是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呢，也包括这个石油哦。那当菲律宾有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外交部至少要有一个书面上面的声明吧，然后通通都不讲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失国格的啦。而且当时那个什么就是8段线啦，9段线是我们画的，对，10段是我们画，劳共排会10段线是吧？11段，9段线是我们是当时先画9段线，所以那就我们当时就认为那是我们的，哦，所以呢从历史上来讲那是我们的，那你现在都不吭声，就是默认就是人家的，不是我们的，到时候要打起国际官司啊去吵，你都没有立场，你都没讲过话。马英九时代还有主张，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海牙法庭申请讨论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台湾有抗议，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有抗议，是马英九时代说你们在讨论跟我们有关的事情，怎么不让我们去发言？那中国大陆是采取杯葛的状况，所以后来他们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决议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当然不承认啊。那台湾方面，中华民国也觉得说，哎，我也没被你邀请参加，我通通你要说明，我们都不能去。那到了蔡英文时候，这件事情就当成没有了，就消失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英国前首相江森到台湾来啊，那他们呢，主要凯达格兰论坛主办一个2025印太安全对话啊，一个开幕啊，那现在是第9届哈，所以我们看到江森跟赖清德同框啊，说印太安全对话承诺要用实力捍卫和平啊。英国前一阵不是还来个剑嘛哈，那而且英国还说如果台海有事，英国绝对派兵啊，第一次讲啊。那江森说，英国支持台湾。因为我们都是民主岛国，英伦3岛嘛，英国也是岛国哈，不过那个岛比较大了哈。那另外呢，这就翻了，现在都是你说过的哈，都是留下痕迹哈。2021年那时候呢，英国首相江森曾经对大陆企业说：“我是狂热亲中派。”哦，为什么要做生意啊？我是狂热亲中派哦。那当时呢，他说希望跟中国加强贸易往来。当时他是首相，说呢，我不仅是狂热的亲中亲华派，更誓言无论未来遭遇任何的政治难题，我都会跟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啊，那当时呢，英国的《卫报》说江森是庆祝华人农历新年，2月10号邀请包括太古集团、Swire 集团在内的当地活跃的中国资本，跟在唐宁街首相官邸举行圆桌会议。表示要跟中国重启年度经贸对话，以及中英联合贸易经济委员会两个呢过去呢被要制裁中国因为中国当时迫害香港，所以呢宣告暂停。结果呢这个江森呢说呢应该要重启，不过后来没有进一步讨论哈。那另外呢，赖清德预告明年的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 的3%以上的目标。那另外呢，乌克兰学者说，汉光演习民防表演像民防演习，汉光民防演练像表演，台湾的民间
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啊。那这是美国的 Diplomat 啊 ，The Diplomat 这个杂志啊是蛮有名的哈，蛮重要的啊。这个以台湾民间社会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专题啊，而且他说国际常常把台湾跟乌克兰说啊，这个今天乌克兰就明天的台湾，但是呢完全不一样，因为台湾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跟乌克兰是不同的啊。其实这比也不对了哈。乌克兰四边有很多国家可以跑，台湾四边就是海，你往那里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乌克兰的面积啊是台湾的将近20倍啊，60万平方公里，我们这3万6，所以它有很大的腹地，我们没有，而且我们2/3还是山呢，哦，所以完全不同的状况了啊。那乌克兰讲山的坏话，山不是高山，我小小可爱多山的国家，好不好？那都被他们破坏掉了啊，都是光电板。乌克兰指汉光演习一项表演，国防部说对我们的国军官兵是不公平的。我们那么辛苦在准备汉光演习，就你们这样说我们像表演，我们表演什么啊？另外呢，美国的报告说，如果台海开战 ，Google、苹果、微软、特斯拉会挺台湾吗？那时候他们就挺乌克兰啊，在俄罗斯包括麦当劳都停掉，都关掉那个莫斯科的那个店啊。哦，那美国报告说，不乐观，因为呢这些企业跟大陆的连结可能更深，就是什么连结？就是在台湾赚的钱没有在大陆赚的多了，其实就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首度访台的英国前首相强生超亲民，用英式台语腔打招呼，更是与总统赖清德互动热络。两人握手超过20秒，总统特别提到强生2024年出版的回忆录，对俄乌战争、印太议题很有琢磨。Authoritarianism continues to expand. Democratic nations must join even closer in solidarity to defend our values. Taiwan holds a key position on the fourth island chain, making us a keystone of Indo-Pacific peace and stability. 赖总统全英文演说，强调提升国防、捍卫民主，再强调明年国防预算达到 GDP 3%。总统致辞，强生全程专注听完。不过，身为狂热亲中派的他 We say to our Taiwanese friends, we're with you. We stand with you because you are, as has been said, in the front line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autocracies. We're with you for strategic reasons, because no one wants the chaos,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y that would follow such a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the power. No one wants that. 来，志强。当然哈，从乌克兰的所谓军事专家角度来看的话，他当然会觉得台湾做的是好像是在表演一样啊。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现状是不可能像乌克兰一样了哈。但我觉得国防部其实也不需要反应这么大，因为那是双方的那个基础的状况不同嘛。乌克兰是在战争状态了，所以你从一个战争状态的国家的状况，你来看今天台湾还是在想定战争的状态的情况之下所做的演习，你当然会觉得好像在儿戏一样嘛。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经历跟随的视角的落差哈。但是我觉得事实上这也显现一件事，我们真的实际上是可以拿来跟乌克兰好好看一看，说战争发生后的状况是什么。第一个，你去看就是说，比方说乌克兰，刚刚赵大哥也讲到了。乌克兰它是有后面是有纵深的，它后面是跟欧洲国家接壤的，所以第一件事发生是说，俄罗斯是没有办法封锁这个乌克兰来自于外部的所谓的这些军事援助。你看战争开打之后，乌克兰能够撑下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各国的军队没有直接进场，但是各国的军事武器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好，所以这源源不断的军事武器送到乌克兰战场上呢，提供他们很大的一个所谓防卫跟所谓的攻击战斗力量。台湾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不单说我们今天没有所谓的往其他地方移动跑的这个空间，四面环海也会造成所谓的那个我们讲说那个包括武器，连武器资源不要说军力投入了，连武器资源都是困难的哈。单单这件事情就已经构成说两岸的战争跟乌克兰战争的基本格局就会非常不相同。那另外更不要讲说，你看乌克兰现在的现状，说实在话，台湾应该就是的民众是要好好的警惕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管你乌克兰打到现在，坦白讲，乌克兰打到现在已经拖这么多年哈，以俄罗斯来讲是蛮丢脸的啦。就说他们军力这么悬殊，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其实已经蛮厉害了啊。但是即便乌克兰你很厉害，你撑这么久，你乌克兰整个国家内部已经残破成什么样子？
战争是没有赢家的嘛，所以这个是对台湾人另外一个警示。那第三个就是，实际上坦白讲，台湾民众对于说两岸战争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处变不惊啦。你一个处变不惊的状态之下，你看到军事演习之前那个中共围台军演嘛，然后还有说人包船去，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好奇心，包船去就近去看一下，说参观一下中共军舰在外海的状态。以前那现在连这个都没有，因为已经是人感到说连这个都没兴趣了啊。那换言之，在台湾内部，不管是民进党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讲，台湾的内部的民众其实对于两岸战争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陌生的啦。那不像今天乌克兰是现实活在整个战火之中。那这样的视角，你说乌克兰的学者或者军事专家认为我们的汉光演习好像在表演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你的经历处境不同的缘故啦。你这让我想起来哦，我记得以前台湾有个观光客到南非到哪里，到那个 safari 就是看野外的动物嘛哈，有一个狮子还是什么躺在那边晒太阳，中午他觉得那个狮子无害啊，他说下车那是不能下车，他跑去跟狮子照相。他逗那个狮子都不动，轰，狮子一口把它吃了。之后就是类似，你以为他怎样？他没有害是吧？台湾最大的不同，我也觉得这个报道对台湾不公平啊。为什么啊？就是说，因为他就是演习嘛。我们虽然嘴巴讲说演习视同作战，谁把演习真的视同作战？它就是个演习啊，对不对？他那个枪也不真的会打死人，很多就是空包弹啊等等。你在成功岭搞那个震撼训练，那边爬上面哗，好像那都是空包弹，你知道不会把你打死嘛？但是台湾的麻烦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说，比如说日本人那时候打中国，蒋介石说我们用空间换取时间，大陆够大嘛，所以我的首都我可以从重庆从这个南京换到重庆，它可以。换来换，它这什么陪都啊、敌后啊，乌克兰它的面积是你那么多倍嘛，所以它可以到现在为止打半天，俄罗斯就占了它1/4的土地嘛，对吧？其他地方还在啊。那台湾问题是，台湾刚刚讲2/3是山地嘛，平地只有很重山很简。本来照理讲打仗是这样，一开始打一天大家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父亲自己讲，他那时候军校毕业后打日本，砰枪一打。他吓死了，他分到那个部队是个土匪部队，土匪编的一个部队，那土匪都很神色自若，说哎呀还远了，他一个军校刚毕业生，他搞不懂啊，久了就知道了嘛。当你早上一起吃饭的同学同僚，下午就死掉了，一起出去一个炸弹下来，旁边人都打死了，你搞几天以后你就进入状况了。问题是台湾没有那么多的空间让你去，一打来可能就没有多久就差不多了，就要结束了。为什么？它太小了空间嘛，没有时间让你在适应。说这个不是演习，这是战争，这个战争大家要去适应，战地该怎样？台湾到底有多少空间可以做这？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不像人家地方很大，可以搞半天那边推。俄罗斯列宁格勒纳粹去打他，冰天雪地围城围半天就打不下来。俄罗斯好几次都这样子啊。那你台湾有多少空间？除了一个台湾海峡是一个屏障，有多少真的上来的登岸有多少空间能够拖、能够拉长？来，我看。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原文我读过之后会发现说，大家可能对它的解读有一点落差。我们的媒体都写说，这个外交家杂志的专文说，台湾的汉光演习像表演，国防部刚刚很生气啊，还出来发声明抗议，对不对？其实你去看原文，他的意思是什么？台湾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要战争。他对于这次汉光演习纳入了公民团体在整个的防卫韧性上面，他觉得 not ready。他觉得乌克兰，那观众朋友写这篇文章是2个作者，是2个研究员，他们是乌克兰研究员，所以他说乌克兰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台湾的公民社会，我们台湾很多人觉得我们还是不想发生战争，或是尽可能避战，没有真的做好战争准备啊。所以这文章是这样写。另外一个 Boris Johnson 这个首相今天的原文，你去看哈。他也不是说以前疯狂亲中，现在变成我超爱台，不是，他是说我把原文念给大家听了。他说在发生乌俄战争之前，他相信俄罗斯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打这么久。那打了3年之后呢，就是俄罗斯有100万人伤亡，其中呢可能有大概10到20万人是死亡的。那这个是当初你的想象吗？所以他认为中国大陆不需要对台湾进行攻击。全世界各国的民主价值国家应该也会加入。他说，像是这个英国的国防部长也在讲说，可能会有考虑来声援台湾或直接出兵。所以这种状况下，他是认为两岸没有必要走到战争，而不是说以前亲中，现在变成爱台。好，就是这样。
本来两岸就没有必要打仗啊，我一直认为两岸不要打仗。但你今天台湾如果讲这个话，说不要打仗，投降派，你怕什么？为什么怕？所以麻烦就在这里啊。所以我常常讲说，抗中怎么保台呢？和中才能保台，和平才能保台。抗中是不能保台，但你能讲这话吗？民进党听了会怎么骂你呢？讲些什么？青鸟会怎么骂你呢？你讲这什么话？对不对？还没打你就承认怎么不打不下去？我们怎么打不下去呢？那用告台湾人看不想告对，像苏生讲的，扫把也拿出来给你干呐、现在再回来。